我叫柳如烟，嫁入豪门整整3年。3年来，我的婆婆林雅琴一直瘫痪在床，生活不能自理。作为儿媳，我每天端茶倒水，擦身喂药，任劳任怨。所有人都夸我是模范儿媳，就连我丈夫顾景深也对我充满愧疚。如烟，辛苦你了。他总是这样说，眼中满含歉意。然而今天，我却在监控里看到了真相。亲爱的朋友，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，偶然翻开一本旧书，指尖触到泛黄的纸页，突然就想起某个午后，阳光透过窗棂洒在书籍上，连灰尘都在光束里慢慢飘。那时的时光好像特别慢，慢到能把书中的每一句话都嚼出味道。欢迎来到时光书房，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中午12点，我刚离开婆婆的房间去厨房热饭，监控显示，婆婆竟然从床上坐了起来，动作灵活地走到梳妆台前，对着镜子整理头发。她的腿脚完全正常，哪里有半分瘫痪的样子。我握着手机的手在颤抖。3年，整整3年，我像个傻子一样伺候她，而她却在演戏。更可怕的是，我想起昨天她装作虚弱的样子对我说，如烟儿，我这身体怕是不行了，你和景深还没有孩子，要不然……她话没说完，但意思很明确。我当时还以为她是真心为我们考虑，现在看来，一切都是算计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决定将计就计。既然她要演戏，那我就陪她演到底。我端着热好的汤回到房间，脸上依然挂着温和的笑容。妈，我熬了您最爱喝的鸡汤。林雅琴立刻瘫软回床上，虚弱地说，如烟，你真是个好孩子。我笑着喂她喝汤，心里却在盘算着什么时候揭穿她的伪装。妈，您身体怎么样？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哎，老毛病了，腿一点知觉都没有。她叹息道，如烟，我真是拖累你了。您说什么呢？照顾您是我应该做的。我说着违心的话，心里却冷得像冰。晚上，顾景深回到家，看到我在洗衣服。如烟，你又洗妈的衣服？保姆呢？我让她回去了，妈身体不好，还是我亲自照顾比较放心。顾景深走过来抱住我，辛苦你了，等妈身体好一些，我们就要个孩子。孩子，这个词刺痛了我的心。我们结婚3年，一直没有孩子，不是我们不想要，而是婆婆总说她身体不好，需要人照顾，现在不适合要孩子。我一直以为她是真的为我们考虑，现在才明白，她只是不想让我怀孕，因为一旦我怀孕，就没法全心全意伺候她了。景深，我想和你商量个事。什么事？我想请个专业的护工来照顾妈，这样我也能有更多时间陪你。顾景深犹豫了一下，你觉得妈会同意吗？试试看吧，总不能让我一直这样累下去。第二天一早，我故意在婆婆面前提起请护工的事。林雅琴立刻变了脸色，如烟，是不是我拖累你了？你嫌弃我这个累赘了？妈，您别这样说，我只是想让专业的人来照顾您，这样对您的身体更好。我不要什么护工。她激动地说，我只要你照顾就行了。看着她激动的样子，我差点想直接揭穿她，但我忍住了，我要让她自己露出破绽。好吧妈，那我继续照顾您。接下来的几天，我开始频繁外出，有时说去买菜，有时说去看朋友，每次都要离开2-3个小时。我知道她一定会忍不住下床活动。果然，监控显示，我每次离开后，她都会下床在房间里走动，甚至还会到客厅看电视。有一次，我故意提前回家，在门口故意弄出声响，
等我推开房门时，他已经重新躺回床上，但额头上还有汗珠。妈，您怎么出汗了？可能是有点发烧。他慌张地说。我拿来体温计给他测量，温度正常，没事，可能是房间太热了。我淡淡地说。那一刻，我看到他眼中闪过一丝心虚。晚上，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。3年来，我为了做一个好儿媳，放弃了自己的工作，放弃了要孩子的计划，甚至连朋友都很少联系。而他呢，却在欺骗我们所有人。我拿出手机，翻看着监控视频，每一个画面都是他在房间里自由活动的证据。我要让他付出代价，但不是现在。我要等一个合适的时机，让他在所有人面前露出真面目。就在这时，顾景深的手机响了。什么？医院？好，我们马上过去。他挂断电话，脸色沉重。如烟，是我爸，他出车祸了。公公顾建国躺在 ICU 里，生死未卜。整个家族的人都赶到了医院，大伯、二伯还有各种亲戚。走廊里挤满了人，而林雅琴却坐在轮椅上，一副虚弱的模样。建国啊，你可不能有事啊！她哭得稀里哗啦。我这身体本来就不好，要是你再有个3长2短，我可怎么活啊？顾景深在一旁安慰她。妈，您别太担心，爸吉人自有天相。我站在旁边，静静地看着这一切。如果不是知道真相，我可能也会被他的演技感动。大伯顾建华走过来，拍拍顾景深的肩膀。景深，家里就靠你了，你妈身体不好，这段时间多辛苦如烟了。大伯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我微笑着回答。二伯的妻子李美娟走过来，握住我的手。如烟，你真是个好孩子，换了别的儿媳，哪能像你这样任劳任怨。二婶，您别这么说。就在这时，医生走了出来。病人家属在吗？我们立刻围了上去。病人现在情况稍微稳定了一些，但还需要观察48小时。医生说，这段时间需要有人24小时陪护。我来。顾景深立刻说道。不行。林雅琴突然开口，你还要工作，让如烟来吧。顾景深犹豫了。可是妈，您身体不好，如烟要照顾您。我没事，我可以请护工。如烟心细，让他照顾你爸，我放心。我心里冷笑，他现在倒是舍得请护工了。不过这样也好，我正愁找不到机会离开他身边。好吧，那就辛苦如烟了。顾景深说。接下来的3天，我一直在医院陪护公公，而林雅琴在家里，名义上有护工照顾，但我知道他肯定会趁机自由活动。第3天晚上，公公终于脱离了危险期。我给顾景深打电话报喜。景深，医生说爸已经没事了，今晚我就回去。太好了。如烟，你辛苦了。对了，妈这几天怎么样？挺好的，护工很专业，妈也没什么抱怨。我挂断电话，嘴角露出一丝冷笑。没有抱怨，那是因为她根本不需要护工照顾。回到家已经是晚上10点，我故意没有提前通知，想看看林雅琴在做什么。我轻手轻脚地开门，发现客厅里灯火通明，电视还开着。林雅琴穿着睡衣，正端着茶杯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剧。看到我进来，她脸色大变，茶杯差点掉在地上。如烟，你怎么回来了？妈，您怎么在客厅？护工呢？护工去买东西了。我一个人在房间里闷得慌，就出来坐坐。他一边说着，一边试图站起来回房间，但这个动作出卖了他，一个瘫痪3年的人，怎么可能站得这么稳？妈，
您能站起来了？我故作惊喜地问。林雅琴这才意识到自己暴露了，脸色变得更加慌张。她支吾着，刚才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突然就能动了。太好了，这是奇迹啊！我激动地说。我马上打电话告诉景深。不要！他急忙阻止我。我这可能只是一时的，说不定等会又不行了。怎么会呢？既然能站起来，说明您的身体在恢复啊。我假装要去打电话。林雅琴急得直接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走过来拉住我的手。如烟，你听我说。话说到一半，她才意识到自己又暴露了。这一次，她再也无法掩饰，空气中弥漫着尴尬的气氛。妈，您的腿完全好了啊。我平静地说。林雅琴知道再装下去也没意义了，索性坐回沙发上。你早就知道了，对不对？我只是今天才发现的。我撒了个谎，没想到您的身体恢复得这么好。如烟，妈，您为什么要瞒着我们？林雅琴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口。我没想到你会突然回来。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她叹了口气。如烟，你是个好孩子，但是什么？我儿子配得上更好的。这句话如同一盆冷水浇在我头上。什么意思？你们结婚3年了，连个孩子都没有。景深是独子，顾家不能绝后，所以您就装病3年，阻止我们要孩子。我没有阻止你们要孩子，您让我专心照顾您，哪有时间要孩子？林雅琴不说话了。我突然明白了什么。您是不是觉得我不能生育？如烟，我没有那个意思。你有。我的声音提高了。您觉得我不能生孩子，所以想让景深和我离婚，对不对？如烟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很冷静。我冷笑道。3年来，我像个傻子一样伺候您，而您却在算计我。林雅琴看我彻底撕破脸了，也不再装可怜。没错，我就是不满意你这个儿媳。她站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我。你一个平民女孩，凭什么嫁入我们顾家？凭什么？凭顾景深爱我。爱。她嗤笑一声。男人的爱能维持多久？等他遇到更年轻漂亮的，还会记得你吗？那是我和他的事，轮不到您操心。我是他妈，当然要操心。您这样的妈，顾景深知道会怎么想。林雅琴脸色一变。你要告诉他。为什么不告诉他？如烟，我们谈谈条件。什么条件？我冷冷地问。林雅琴重新坐下，脸上没有了刚才的虚弱，取而代之的是精明的算计。你主动和景深离婚，我给你500万作为补偿。500万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这是一笔巨款，但对我来说，这是侮辱。您觉得500万就能打发我？那你想要多少？1000万。我要的不是钱。那你要什么？我站起来，居高临下地看着他。我要您为这3年的欺骗付出代价。林雅琴脸色变了。你想怎么样？很简单，明天家族聚会，您亲自告诉所有人，您这3年是在装病。不可能。他立刻拒绝。那样的话，我在顾家还有什么脸面？您现在还要脸面？我冷笑。您装病3年，把所有人都当傻子，现在还谈什么脸面？如烟，你别逼我。我逼您。我的声音提高了8度。这3年是谁在逼我？是谁让我放弃工作专心照顾您？是谁在我想要孩子的时候说现在不合适？林雅琴被我的气势镇住了。您知道吗？我妈生病的时候，我都没时间回去看她最后一眼，因为您说不能离开您。说到这里，我的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我妈临终前想见我一面，
您却说您身体不舒服，需要我照顾。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我妈已经咽气了，这是我心里最大的痛。去年我妈生病住院，情况很危急，但林雅琴突然病情恶化，非要我留下照顾她。等我赶到医院的时候，我妈已经走了。如烟，我不知道，您不知道，您当然不知道，因为您根本不关心我的感受。我擦掉眼泪，冷静下来。现在，您有2个选择，要么明天主动承认装病，要么我把监控视频发给所有人。你有我的监控视频，从1个月前就有了。我拿出手机，您想看看吗？林雅琴的脸色彻底变了。手机荧幕上，她正在房间里自由活动，和一个健康人没有任何区别。这段时间，您在我不在的时候做了什么，我都一清二楚。如烟，你这是在监视我，我在保护自己。我反驳道，要不是有这些证据，谁会相信您装病3年？林雅琴沉默了很久。好，我答应你，但我有个条件，您没有讨价还价的资格。如烟，你听我说完。他深吸一口气，我可以承认装病，但你不能告诉景深我为什么要装病。为什么？我不想让他知道我想拆散你们。我盯着他看了很久。您是怕他恨您吧？我是他妈，我不想失去这个儿子。那您想过我的感受吗？如烟，我向你道歉，但求你不要告诉景深这件事的真正原因。看着他第一次放下身段向我道歉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我需要考虑一下。你考虑多久？明天家族聚会之前。回到房间，我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。顾景深还在医院陪公公，房间里只有我一个人。我拿出手机，翻看着这段时间收集的证据，每一个视频都清楚地显示，林雅琴在我离开后就恢复正常。她可以自由行走，可以做家务，可以看电视，完全不像一个瘫痪的病人。想到这3年来的委屈，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我为了做一个好儿媳，牺牲了多少工作、朋友，甚至是陪伴生病母亲的最后时光。而他呢，却把这一切当作理所当然。更可恶的是，他装病的目的竟然是为了拆散我和顾景深。我拿起手机，差点就要给顾景深打电话，把一切都告诉他，但手指悬在拨号键上。我犹豫了，如果我告诉他真相，他会怎么想？他会恨他妈妈吗？虽然林雅琴对我不好，但顾景深是个孝顺的儿子，他肯定会很痛苦。想到这里，我放下了手机。第2天一早，林雅琴就主动来找我。如烟，我想好了。想好什么？明天的家族聚会，我会承认装病，但我希望你能原谅我，给我一个机会重新开始。我看着他诚恳的表情，心里还是有些动摇。您真的知道错了？我知道，这3年让你受委屈了，不只是委屈，是伤害。我明白，我会补偿你的。我不要钱。那你要什么？我想了想，我要您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为这3年的欺骗道歉。好，我答应。还有，从今以后，您不能再干涉我和景深的生活。可以，包括我们什么时候要孩子。林雅琴的脸色有些不自然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好，看她答应的这么爽快，我反而有些怀疑，这真的是那个算计了我3年的婆婆吗？如烟，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我希望以后我们能好好相处，毕竟我们都爱景深。这句话让我心情复杂，虽然他做了很多伤害我的事，但他说的对，我们都爱顾景深，我会考虑的。就在这时，顾景深回来了。如烟，妈，我有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。
他脸上洋溢着喜悦，完全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。什么好消息？我问。爸完全清醒了，医生说再观察2天就能出院。太好了，我真心为他高兴。妈，您怎么不说话？顾景深注意到林雅琴的异常。我太高兴了。他勉强挤出一个笑容。顾景深走过去抱住他。妈，爸没事了，你也要保重身体。看着他们母子相拥的画面，我突然有些后悔了。也许我不应该揭穿这一切，也许我应该就这样忍下去。但是，我妈临终前的话又在耳边响起，如烟，做人要有骨气，不能让人欺负。是的，我不能再忍下去了。明天的家族聚会，就是我翻身的时候。家族聚会在顾家老宅举行，这是公公出院后的第1次聚会，所有人都来庆祝他康复。大伯、二伯、三叔，还有各种亲戚，足足20多人。林雅琴依然坐在轮椅上，我推着她进入客厅。雅琴，你气色看起来不错啊。大伯母关切地说。是啊，这段时间如烟照顾得好。二伯附和道。我微笑着接受大家的夸奖，心里却在等林雅琴开口。各位，我有件事要告诉大家。终于，林雅琴开口了，所有人都安静下来，看着她。其实，我的腿已经好了。这句话如同一颗炸弹，在客厅里爆开。什么？雅琴，你说什么？腿好了？什么时候的事？面对大家的疑问，林雅琴深吸一口气。其实，我一直都能走路。这下，客厅里彻底炸锅了。你说什么？顾景深第一个站起来。妈，你什么意思？景深，妈妈对不起你。林雅琴开始哭泣。我这3年一直在装病。装病？大伯不敢置信。雅琴，你糊涂了吗？没有，我很清醒。林雅琴从轮椅上站起来。你们看，我完全没问题。看到她正常行走，所有人都傻眼了。妈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顾景深的声音在颤抖。林雅琴看了我一眼。我是为了试探如烟。什么？我震惊地看着她。这不是我们说好的。试探如烟？顾景深更加困惑了。试探什么？我想看看他是不是真心对我们顾家好。林雅琴擦掉眼泪。这3年来，如烟任劳任怨照顾我，证明她是个好儿媳。我呆呆地看着她，没想到她会这样说。按照我们昨天的约定，她应该承认错误，向我道歉。但现在，她却把装病说成了对我的考验。雅琴，你这样做太过分了。大伯怒道。如烟是什么感受，你想过吗？是啊，这样折腾一个小姑娘，你良心何在？二伯母也不满了。面对大家的指责，林雅琴继续哭泣。我知道我做错了，但我就是想确认如烟的品格。妈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顾景深的脸色很难看。如烟为了照顾你，放弃了多少？你心里默数吗？我知道，所以我现在承认错误。就在这时，三叔的儿子顾景明站了出来。雅琴婶子，我觉得这件事莫那么简单。所有人都看向他。你什么意思？林雅琴脸色变了。如果只是试探，为什么要装3年？几个月不就够了吗？顾景明的话让大家开始思考。是啊，3年太久了。而且，如烟的妈妈去世的时候，你还不让她回去，这哪里是试探，分明是折磨。面对大家的质疑，林雅琴开始慌张。我没想那么多。妈，你说实话。顾景深怒道。你到底为什么要装病？看到顾景深发怒，林雅琴更加害怕了。她求助地看向我。
希望我能帮他说话，但我只是冷冷地看着他。既然他不按约定行事，那我也没必要替他保守秘密。其实，我知道婆婆为什么装病。我终于开口了，所有人的目光都聚集在我身上。如烟，你说什么？顾景深问。我拿出手机，这里有婆婆装病期间的监控视频。听到监控视频，林雅琴的脸色彻底变了。如烟，你不要什么？不要说实话吗？我冷笑道。婆婆，您刚才说是为了试探我，但实际上呢？我播放了一段录音，这是昨天晚上我们对话的录音。你们结婚3年了，连个孩子都没有。景深是独子，顾家不能绝后，我儿子配得上更好的。没错，我就是不满意你这个儿媳。你一个平民女孩，凭什么嫁入我们顾家？录音播完，客厅里一片死寂，所有人都震惊地看着林雅琴。雅琴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大伯母不敢置信。如烟这么好的姑娘，你居然这样对她，太过分了。面对众人的指责，林雅琴完全无话可说。顾景深的脸色变得非常难看。妈，你真的是这样想的？景深，你装病3年，就是为了拆散我和如烟？我是为了你好。林雅琴急忙解释，如烟不能生孩子，你们没有未来。谁说我不能生孩子？我怒道，是您一直阻止我们要孩子。你们结婚3年了，要是能生早就生了，因为您说您身体不好，需要人照顾，我们才没有要孩子的计划。这下真相彻底大白了。顾景深愤怒地看着林雅琴，妈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景深，妈妈是为了你好，为了我好。顾景深冷笑，你差点毁了我的婚姻，还说是为了我好。如烟配不上你。够了！顾景深大吼一声，在我心里，如烟是最好的。说完，他走过来抱住我。如烟，对不起，我妈让你受委屈了。我靠在他怀里，终于忍不住哭了出来。3年的委屈，在这一刻全部爆发。大家都散了吧。大伯叹息道，今天的事太让人失望了。亲戚们陆续离开，临走时都对我表示了歉意和关心。最后，客厅里只剩下我们3个人。林雅琴瘫坐在椅子上，彻底失去了往日的威严。妈，从今以后，你不要再干涉我们的生活。顾景深冷冷地说。景深，我会给你请最好的护工，但如烟不会再照顾你。我不要护工，我要如烟。您觉得我还会照顾您吗？我冷笑道。林雅琴看着我们，眼中满是绝望。她知道，她彻底失去了我们的信任。回到房间，我终于可以痛痛快快哭一场。3年的委屈，3年的隐忍，终于有了结果。顾景深坐在床边，轻轻拍着我的背。如烟，都是我的错，我没有保护好你。不是你的错。我擦掉眼泪，我也有责任，我应该早点告诉你真相。你为什么不早说？我怕你为难。我看着他，你是他的儿子，我不想让你们母子反目。顾景深的眼中闪过痛苦。如烟，你太善良了。也许吧。我苦笑，但善良的代价太沉重了，以后不会了，我保证。他紧紧抱住我，从今以后，我绝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我靠在他怀里，感受着久违的安全感。这3年来，我一直小心翼翼地维持着这个家的和谐，现在终于可以放下所有的伪装，做回真正的自己。景深，我想重新开始工作。好，你想做什么我都支持。我想回到设计行业。结婚前，我是一名室内设计师，有着不错的前景，但为了照顾林雅琴，
我放弃了工作，现在我想重新拾起自己的梦想。那就重新开始吧。顾景深吻了吻我的额头。我相信你能做得很好。还有一件事。什么？我想要个孩子。这句话让顾景深愣住了。现在？是的，现在。我认真地看着他。我已经等了3年，不想再等了。顾景深的眼中闪过喜悦。好，我们要个孩子。那一夜，我们相拥而眠，仿佛回到了新婚时的甜蜜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下楼吃早餐，发现林雅琴已经坐在餐厅里。她看到我，脸上闪过复杂的表情。如烟，我们谈谈。没什么好谈的。我冷淡地回答。求你，给我一个机会。我看着她憔悴的模样，心里有一丝动摇，但想到这3年的委屈，我还是硬下心来。你已经失去这个机会了。如烟，我知道我做错了，但我是真的后悔了。后悔？我冷笑。您是后悔做得不够彻底，还是后悔被发现了？我后悔伤害了你。如果没有监控视频，您会承认错误吗？林雅琴沉默了。她知道，如果不是被抓到证据，她绝不会承认装病。如烟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来弥补你。任何事？是的，任何事。我想了想。好，我给您一个机会。林雅琴的眼中闪过希望。你说，搬出这个家。什么？您搬出这个家，我们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如烟，这里是我的家，这里也是我的家。我打断他。3年来，我为了这个家付出了什么？您心里清楚。可是，没有可是。我站起来。要么您搬走，要么我和景深搬走。你不能这样逼我。我逼您？我怒了。这3年您是怎么逼我的？您忘了吗？就在这时，顾景深下楼了。你们在吵什么？我再给您妈一个选择的机会。我看着他，要么他搬走，要么我们搬走。顾景深看看我，又看看林雅琴。妈，你搬到三叔家住一段时间吧。什么？景深，你要赶我走？不是赶你走，是让你反省。顾景深的语气很坚决。等你真正认识到错误，我们再说。我已经认识到错误了。没有。我冷冷地说。您只是后悔被发现，不是真心悔改。如烟，别叫我的名字，我们没那么熟。林雅琴被我的冷漠伤到了，眼中闪过愤怒。如烟，你别太过分。我过分？我笑了。您装病3年，阻止我们要孩子，害我错过见妈妈最后一面。现在说我过分，那是意外。意外？我拿出手机。要不要我把您昨天说的话再放一遍？您说我配不上景深，这也是意外吗？林雅琴无话可说了。妈，你收拾一下吧。顾景深叹息道。我给三叔打电话。1个小时后，三叔来接林雅琴。雅琴，你怎么搞成这样？三叔摇头叹息。如烟这么好的姑娘，你怎么忍心伤害她？三哥，我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就好好反省，别再做让大家失望的事了。林雅琴收拾好行李，临走时看了我一眼。如烟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我没有回答，只是冷冷地看着她。等她离开后，我感觉整个世界都清静了。如烟，你会不会觉得我太无情？顾景深有些担心。不会。我抱住他。有些错误，不是一句道歉就能抹平的。那我们的未来呢？我们会很幸福。我笑着说。没有人再能阻止我们了。从那天开始，我重新投入工作。顾景深也更加关心我。1个月后，我发现自己怀孕了。当我把这个消息告诉顾景深时，
他高兴得快要疯了。真的，我们有孩子了。是的，我们有孩子了。那一刻，我感觉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。怀孕的消息很快传遍了整个顾家，大伯、二伯、三叔都来祝贺，连公公也从病床上爬起来庆祝。如烟，你真是我们顾家的福星。公公握着我的手，眼中满含喜悦。爸，您身体还没完全好，别太激动，不激动不行啊。公公笑得合不拢嘴。等了3年，终于要抱孙子了。只有一个人没有出现，林雅琴。虽然她已经搬到三叔家，但顾景深还是没有告诉她怀孕的消息。景深，要不要告诉妈？我有些犹豫。先不要。顾景深摇头，让他继续反省一段时间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却有些复杂。毕竟，这个孩子也是他的孙子。怀孕后，我的工作重心转移到家庭，顾景深更是小心翼翼，恨不得把我当成瓷娃娃保护起来。如烟，你别站着了，快坐下休息。景深，我只是怀孕，又不是残疾。我无奈地说，可是医生说前3个月要特别小心。看着他紧张的样子，我心里很温暖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有一个爱我的丈夫，一个即将到来的孩子。3个月后，我的肚子开始显怀。这天，我正在客厅看电视，突然听到门铃响。打开门，竟然是林雅琴。她憔悴了很多，头发也白了不少。如烟，我可以进来吗？我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让她进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听说你怀孕了。她的目光落在我的肚子上。恭喜你。谢谢。如烟，我来是想道歉的。你已经道过歉了，那不是真心的。林雅琴深吸一口气。这3个月，我想了很多。想什么？想我喂食魔药那样对你。她坐下来。其实，我心里是嫉妒的。嫉妒，嫉妒你年轻，嫉妒你漂亮，嫉妒景深那么爱你。这个答案让我有些意外。从景深把你带回家的第1天，我就知道我失去了我的儿子。林雅琴的眼中有泪光，她的眼里只有你，再也没有我这个妈妈。我沉默了，所以我才会装病。我想要回她的关注，但您用错了方法。我知道，我伤害了你，也伤害了景深。她擦掉眼泪。如烟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看着她憔悴的样子，我心里有些动摇。您想要什么？我想照顾你。什么？我想照顾你坐月子。林雅琴认真地说，我知道你妈妈不在了，让我来照顾你好吗？这个提议让我很震惊。我不需要。如烟，求你给我一个机会。她跪了下来，让我弥补这3年的错误。您起来。我急忙扶她。您这是干什么？我想要我的儿子和孙子。她哭着说。如烟，我真的改了。就在这时，顾景深回来了。看到这个场面，他皱起了眉头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景深，我来看如烟。我不是说了，让你好好反省吗？我反省了。林雅琴急忙说。3个月了，我每天都在反省。那你反省出什么了？我反省出我不应该伤害如烟，不应该阻止你们要孩子。顾景深看向我。如烟，你怎么想？我沉思了很久，说不动摇是假的。毕竟她是顾景深的妈妈，也是孩子的奶奶。但3年的伤害，真的能这么容易原谅吗？我需要时间考虑。如烟，给我一点时间，好吗？林雅琴点点头。好，我等你的答复。她离开后，顾景深抱住我。如烟，你不用勉强自己。我知道，我靠在她怀里，但她毕竟是孩子的奶奶，
你想原谅他？我不知道。我摇摇头。也许时间能告诉我答案。那天晚上，我想了很久。林雅琴的话不断在我脑海里回响。她说她嫉妒我，嫉妒我得到了顾景深全部的爱。作为一个母亲，看到儿子结婚后把妻子放在第一位，心里确实会不舒服，但这不是伤害我的理由。我拿起手机，想给闺蜜小雅打电话咨询一下。如烟，你终于想起我了。小雅的声音很兴奋。听说你怀孕了，恭喜。谢谢。我苦笑。小雅，我想问你个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我把最近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。天哪！小雅惊叫。你婆婆太过分了。装病3年，她怎么想得出来？现在她说想照顾我坐月子，你不会真的答应吧？我在考虑。如烟，你太善良了。小雅急了。她伤害你那么深，你怎么还要原谅她？可她是孩子的奶奶。奶奶怎么了？虎毒还不食子呢。她对你做的事比毒蛇还毒。小雅的话让我清醒了一些。如烟，你听我说，有些人就是欺软怕硬，你越原谅他，他越觉得你好欺负。那我应该怎么办？继续冷着他，让他知道有些错误是不能原谅的。挂断电话，我心里更加纠结了。理智告诉我，小雅说的对，但感情上，我又觉得应该给林雅琴一个机会。毕竟，家和万事兴。就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，发生了一件事，让我彻底下定了决心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去医院做产检，在妇产科门口，我遇到了一个意外的人，苏小小。他是我大学同学，也是唯一知道我和林雅琴矛盾的人。如烟，他惊喜地抱住我。你怎么在这里？做产检。我指指肚子。你呢？我也是。他也摸摸肚子。没想到我们一起怀孕了。我们一起排队等候，聊起了最近的生活。如烟，你婆婆最近怎么样？还在装病吗？已经揭穿了。我简单说了一下最近的情况。她现在想照顾你坐月子。苏小小瞪大眼睛。你不会答应吧？我在考虑。如烟，你真是太善良了。她摇头。换成我，早就把她赶出去了。就在这时，护士叫到了我的名字。柳如烟，请进来。我进入诊室，医生给我做了详细的检查。宝宝很健康，各项指标都很正常。医生笑着说，继续保持好心情，对宝宝发育有好处。谢谢医生。不过，医生突然皱起眉头，你最近是不是压力比较大？怎么了？从检查结果看，你有轻微的孕期抑郁倾向。这个诊断让我很震惊。孕期抑郁？是的，通常是由于精神压力过大引起的。医生关切地问，最近有什么烦心事吗？我想到林雅琴的事，点了点头。医生，这对孩子有影响吗？如果及时调理，问题不大，但如果继续恶化，可能会影响胎儿发育。医生给我开了一些营养品，并建议我保持心情愉快。走出诊室，我的心情很沉重。没想到林雅琴的事对我影响这么大，连孩子都受到了威胁。如烟，怎么了？脸色这么难看？苏小小关心地问。我把医生的话告诉了他。什么？孕期抑郁？他气愤地说，都是你婆婆害的。医生说要保持心情愉快，那就更不能让她回来了。苏小小拉着我的手。如烟，你为了孩子，也要坚决拒绝他。回到家，我把检查结果告诉了顾景深。他听后脸色大变。孕期抑郁？医生怎么说？说是精神压力过大引起的。都是我妈害的。顾景深愤怒地说。他还想回来？
门都没有。景深，冷静一点。我怎么冷静？他差点害了你和孩子。顾景深立刻拿起电话，打给三叔。三叔，麻烦你告诉我妈，让她别想着回来了。如烟因为她的事得了孕期抑郁，我不会再让她伤害如烟了。挂断电话，他紧紧抱住我。如烟，对不起，都是我没保护好你，不是你的错。我拍拍他的背，现在重要的是调理好身体。对，一切以你和孩子为重。当天晚上，林雅琴就来了。她冲进门，眼中满含泪水。如烟，我听说你得了孕期抑郁。是的，我冷淡地回答。是不是因为我？您觉得呢？林雅琴痛苦地捂住脸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都是我的错。妈，你现在知道错了。顾景深冷冷地说。可是已经晚了。景深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知道错了有什么用？如烟和孩子差点因为你出事，我不知道会这样严重。您不知道。我冷笑。您装病3年，折磨我3年，现在说不知道。如烟，我愿意做任何事来弥补。您能让时间倒流吗？您能让我妈妈复活吗？我的声音越来越高。您能把我失去的3年青春还给我吗？林雅琴被我问得哑口无言。如烟，别激动。顾景深急忙安慰我。医生说不能情绪波动太大。我深吸几口气，让自己冷静下来。林雅琴，我最后说一次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你。如烟，别叫我的名字。我怒道。你没有资格叫我的名字。那孩子呢？孩子总是我的孙子吧？是的，但那是我和景深的孩子。我看着他。您想见孩子可以，但别想再住进这个家。如烟，你不能这样绝情。绝情？我笑了。您让我一个人照顾您3年，让我错过见妈妈最后一面。现在说我绝情，我已经道歉了。道歉有用的话，要远景干实磨。我冷冷地说。您伤害了我，就要承担后果。我是长辈。长辈？顾景深冷笑。哪有长辈这样折磨晚辈的？景深，我是你妈。正因为你是我妈，我才给你机会反省，但你不珍惜。我珍惜了。我在三叔家住了3个月，3个月就想抵消3年的伤害。我嘲讽道。您想得太美了。林雅琴看我们态度坚决，终于绝望了。好，我走，我永远不回来了。她转身要走，却在门口停下了。但我有一个要求。您没有提要求的资格。我说，这是我最后的要求。她转过身。孩子出生后，我想见他。我看着他憔悴的样子，心里有一丝动摇。毕竟，那是他的亲孙子。可以，但只能见一面。谢谢。林雅琴流着泪离开了。看着他落寞的背影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但我知道，我做了正确的选择。有些伤害，真的不能原谅。林雅琴离开后，我的心情逐渐好转，孕期抑郁的症状也慢慢缓解。医生说我恢复得很好。6个月后，我顺利产下一个男孩。顾景深高兴得快要疯了，抱着儿子转了好几圈。如烟，我们有儿子了。看着他们父子，我心中满是幸福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简单而美好。产后第3天，护士告诉我有人来探望。我以为是亲戚朋友，没想到是林雅琴。她小心翼翼地走进病房，手里拿着一束鲜花。如烟，恭喜你，您来了。我语气冷淡。孩子呢？我能看看吗？我看了看在一旁玩手机的顾景深，他也注意到了林雅琴。妈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想看看孙子。顾景深犹豫了一下。
还是把孩子抱过来，只能看一眼。林雅琴接过孩子，眼中立刻充满了慈爱。好可爱的宝宝，长得真像景深小时候。她轻轻摇着孩子，脸上满是温柔。宝宝，我是奶奶。看着这一幕，我心里有些复杂。不管怎么说，她确实是孩子的奶奶，但想到过去的伤害，我还是硬下心来。时间差不多了，我淡淡地说。林雅琴恋恋不舍地看了孩子一眼，然后还给顾景深。谢谢你让我见他。他转身要走，却在门口停下了。如烟，我知道你不会原谅我，但我希望你知道，我是真心悔改了。我知道，我平静地说，但有些事情，不是悔改就能挽回的。我明白。他点点头，以后我不会再打扰你们了。说完，他真的离开了。顾景深看着他的背影，有些不忍。如烟，要不，不要。我打断他，我们说好了，只见一面。可是她毕竟是妈妈，她也是伤害我的人。我看着他，景深，你后悔了吗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我太绝情。不是，顾景深急忙否认，我只是觉得，也许我们可以给他一个机会。3年的时间还不够吗？我冷笑，他有整整3年的时间对我好，但他选择了伤害。顾景深沉默了，他知道我说的对。出院后，我专心在家带孩子，顾景深也更加体贴，经常帮我照顾孩子。我们的生活很平静，也很幸福，但平静的生活很快被打破了。孩子满月那天，我们在家里办了个小聚会，大伯、二伯、三叔都来了，还有一些亲戚朋友。大家围着孩子，都夸他长得可爱。这孩子长得真像景深小时候。大伯笑着说：是啊，一看就是顾家的重。二伯附和。就在大家聊得开心的时候，门铃响了。顾景深去开门，回来时脸色有些不自然。怎么了？我问。是妈，她来干石磨，说想给孩子送个满月礼。我皱起眉头，我不是说了不让她来吗？我知道，但她已经在门口了。就在这时，林雅琴走了进来，她手里拿着一个精美的礼盒，脸上挂着小心翼翼的笑容。如烟，孩子满月了，我想送个礼物。看到她出现，客厅里的气氛瞬间变得尴尬。大家都知道我们之间的矛盾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雅琴，你怎么来了？大伯问。我想看看孙子。你不是答应不再打扰他们吗？三叔皱眉。我只是想给孩子送个礼物，送完就走。我看着他，心里很不舒服。我明明说了只让他见一面，他为石磨还要来。把礼物放下，你可以走了。我冷冷地说。如烟，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我站起来，我不想再看到你。我是孩子的奶奶，我有权利。你有什么权利？我打断他。伤害我3年，现在想享受奶奶的权利。我已经道歉了，道歉就有用吗？我冷笑。您害我得孕期抑郁，差点伤害到孩子，一句道歉就能解决。客厅里的客人们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冲突震惊了。如烟，冷静一点。顾景深试图劝我。我很冷静。我怒道，是他不应该来。我只是想。您只是想什么？想继续伤害我吗？我看着林雅琴。我告诉您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您。如烟，你太过分了。林雅琴终于爆发了。我是长辈，你怎么能这样对我？长辈？我冷笑。您配做长辈吗？我养育了景深20多年，那是您应该做的。我毫不退让，但您没有权利伤害我。够了！顾景深终于发怒了。妈，
你走吧，景深，走。他的声音很严厉，以后不要再来了。林雅琴被儿子的态度震惊了，眼中满是绝望。好，我走。他放下礼盒，但我要告诉你们，血浓于水，孩子永远是我的孙子。说完，他头也不回地离开了。客厅里重新安静下来，但气氛已经完全被破坏了。如烟，别生气了。大伯安慰我，雅琴确实做得不对。是啊，她太过分了。二伯也说，但我知道，大家心里可能都觉得我太绝情。毕竟，在传统观念里，婆婆就是长辈，儿媳应该孝顺，但他们不知道我承受了什么。3年的委屈，3年的伤害，不是一句话就能抹平的。林雅琴离开后，我以为生活会重新平静下来，但我错了。第二天，三叔就来找我们。景深，如烟，我们谈谈雅琴的事。三叔，没什么好谈的。顾景深说。不，必须谈。三叔的表情很严肃。雅琴昨天哭了一夜，说要去死。什么？我震惊了。他说活着没意思了，儿子不要他，孙子也见不到。三叔，他是在道德绑架。我冷静地说，也许吧，但万一他真的做傻事怎么办？这个问题让我们都沉默了。三叔，你想让我们怎么办？顾景深问。让他回来，给他一个机会。不可能，我立刻拒绝。他伤害我那么深，我不可能让他回来。如烟，我知道你受委屈了，但她毕竟是景深的妈妈，那又怎样？伤害了我就是伤害了我。可是，三叔，您不了解情况，就不要劝我了。我打断他，如果他真的想不开，那是他的选择，不关我的事。如烟，你怎么能这样说？三叔有些生气了。我怎样说？难道我说错了吗？我也生气了。他装病3年，折磨我3年，现在想用死来威胁我。他知道错了，知道错了就要原谅。那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公平可言？三叔被我说得哑口无言。顾景深在一旁也很纠结。如烟，要不我们……不要！我坚决地说。景深，如果你让他回来，我就带孩子离开。你别这样，我没有开玩笑。我看着他，你选择吧，是你妈妈重要，还是我们重要？顾景深痛苦地闭上眼睛。三叔，我选择我的妻子和孩子。景深，我妈做错了事，就要承担后果。顾景深的语气很坚决，我不会因为他的威胁而妥协。三叔叹了口气，好吧，但如果他真的出事，那也是他的选择。我冷冷地说。三叔失望地离开了。当天晚上，我躺在床上想了很久，林雅琴真的会去死吗？如果她真的死了，我会内疚吗？我想了想，答案是不会。她伤害了我3年，现在想用死来威胁我，我凭什么要妥协？第二天一早，我被电话铃声吵醒，是医院打来的。请问是顾景深先生吗？您的母亲林雅琴在我们医院，情况比较危急。我和顾景深立刻赶到医院。林雅琴躺在病床上，脸色苍白。怎么回事？顾景深问医生。病人服用了大量安眠药，幸好送来及时。他是想自杀？应该是。我看着病床上的林雅琴，心里没有任何波澜。他真的这样做了，但我一点也不同情他。景深，如烟，你们来了。三叔从病房里出来。雅琴醒了，想谢你们。我不想谢他，我直接拒绝。如烟，他差点死了，那是他的选择。我依然冷漠。我说过，他想威胁我，门都没有。
你怎么这么冷血？三叔愤怒了。我冷血？我冷笑。他装病3年的时候怎么不说自己冷血？他已经为此付出代价了。付出代价？服几片安眠药就叫付出代价？我嘲讽道。他知道有人会救他，这不过是一场戏而已。我的话让三叔彻底愤怒了。如烟，你太过分了。过分的是他。我毫不退让。三叔，您要是觉得我过分，那就让他住您家，别来烦我们。说完，我转身就走。顾景深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跟了出来。如烟，等等，你想说什么？要不我们进去看看他？你想去就去。我不去。如烟，景深，我最后说一次，要么你选择我们，要么你选择他。我看着他，不要想着两全其美，不可能的。顾景深痛苦地看着我，魏石魔一定要我选择，因为他伤害了我，而你是我的丈夫。我平静地说，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，那我们就没有继续下去的必要了。你在威胁我？不，我在陈述事实。我摇摇头。景深，我不是圣母，我做不到被人伤害了还要原谅。可是她是我妈妈，她也是伤害我的人。我打断他，你如果觉得孝顺比爱情重要，那你选择孝顺，但别指望我配合你。说完，我真的离开了医院。回到家，我抱着孩子坐在客厅里，孩子很乖，安静地睡在我怀里，看着他稚嫩的小脸，我心里很平静。不管发生什么，我都要保护好他。晚上，顾景深回来了，他看起来很疲惫，眼中满是痛苦。如烟，我们谈谈。有什么好谈的？我去见了我妈。然后呢？他说想回来照顾孩子。我的答案还是不。如烟，景深，你是想让他回来吗？我直视他的眼睛。他犹豫了。看到他的犹豫，我心彻底凉了。我明白了。我站起来，我带孩子搬出去。别这样。如烟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我冷笑。你选择了你妈妈，那我就选择离开。我没有选择她。你犹豫了，就说明你在考虑让她回来。我摇摇头。景深，我们结束了。那一刻，我真的绝望了。我以为顾景深会无条件支持我，但他还是心软了。也许，这就是现实。在亲情和爱情之间，他最终还是选择了亲情，而我只能选择离开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就开始收拾行李。顾景深坐在一旁，眼中满是痛苦。如烟，你真的要走？是的。我头也不回地收拾着。我带孩子回娘家。那我们呢？没有我们了。我平静地说。景深，我们离婚吧。不。他激动地站起来。如烟，我不同意离婚。你不同意？我冷笑。那你同意让你妈妈回来吗？你还在犹豫，对不对？我看着他。景深，你心里明明想让她回来，为什么不直说？我没有。你有。我的声音提高了。你觉得她是你妈妈，我应该原谅她。你觉得她都自杀了，我应该心软。如烟，但你错了。我怒道。我永远不会原谅她。永远。说到这里，我的眼泪流了下来。3年，整整3年，他折磨了我3年，让我错过见妈妈最后一面，让我得孕期抑郁，差点伤害到孩子。这些你都忘了吗？我没忘。那你为什么还要我原谅他？顾景深沉默了。他知道我说的对，但他就是做不到完全放弃林雅琴。如烟，给我一点时间，让我想想。你还要想什么？我绝望地看着他。景深，在你心里，
我永远比不上你妈妈，对不对？不是这样的，就是这样的。我哭着说，如果换成是你受了3年的委屈，我会毫不犹豫地支持你，但你做不到。如烟，我爱你，爱我。我冷笑，如果你真的爱我，就不会犹豫。我擦掉眼泪，继续收拾行李。我已经联系好了律师，明天就提起离婚诉讼。如烟，你不能这样。我为什么不能？我看着他，景深，我给过你机会，是你自己放弃的。我没有放弃，你犹豫了，就是放弃了。就在这时，门铃响了，顾景深去开门，竟然是林雅琴。她脸色苍白，身体虚弱，但眼中满是希望。景深，如烟，我来接孩子。什么？我震惊地看着他。你说什么？我来接我孙子。他理直气壮地说，你们既然要离婚，孩子应该跟着奶奶。你做梦！我怒道，孩子是我生的，凭什么给你？我是他奶奶，有监护权。你有什么监护权？我冷笑，法律上，孩子的监护权在父母，不在奶奶。那我就向法院申请。看着他理直气壮的样子，我彻底愤怒了。林雅琴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我想要我的孙子。他毫不退让。你既然要和景深离婚，孩子就应该留在顾家。凭什么？凭我是他奶奶。你这个奶奶有什么资格？我怒道，你伤害我3年，现在还想抢我孩子。孩子是顾家的血脉，孩子也是我的血脉。就在我们争吵的时候，顾景深突然开口了，妈，你给我出去。什么？林雅琴不敢置信地看着儿子。我说，你给我出去。顾景深的脸色很难看。谁让你来的？景深，我是来帮你的。帮我？顾景深冷笑，你是来毁掉我的婚姻的。什么？我终于明白了。顾景深看着林雅琴，你从来没有真心悔改过，你只是想拆散我们。我没有。你有。顾景深怒道，你知道如烟要和我离婚，你高兴坏了吧？景深，你不能这样说妈妈，你还配做妈妈吗？顾景深的眼中满是失望。妈，我对你彻底失望了。景深，滚！他大吼一声，立刻给我滚！林雅琴被儿子的怒火吓住了，踉跄着后退。景深，你不能为了一个女人就不要妈妈，是你先不要儿子的。顾景深冷冷地说，从你装病那天开始，我就没有妈妈了。这句话彻底击碎了林雅琴的心，她瘫坐在地上，放声大哭。景深，妈妈知道错了，晚了。顾景深毫不留情，你永远不要再出现在我们面前。说完，他直接把林雅琴拖出了门外。关上门后，他转身看着我，如烟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呆呆地看着他，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。我刚才彻底想明白了。他走过来抱住我，你是我的妻子，是我孩子的妈妈，我应该无条件保护你。景深，如烟，原谅我好吗？我保证，再也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。看着他眼中的真诚，我心里的怒火慢慢消散。你真的想明白了？想明白了。他紧紧抱着我，从今以后，我只有你和孩子，再没有别人，包括你妈妈。她已经不是我妈妈了。他的语气很坚决，一个伤害我妻子的人，不配做我的妈妈。听到这句话，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。这一次，是感动的眼泪。景深，我也对不起，我太极端了。不，你没有错。他轻抚着我的背，是我应该早点站出来保护你。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，仿佛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。这一刻，
我感觉我们真正的在一起了，没有任何人能够分开我们。从那天开始，顾景深真的改变了。他切断了和林雅琴的所有联系，甚至换了手机号码。如烟，我们重新开始好吗？好，我笑着点头。我们的生活重新回到正轨，顾景深更加体贴，我也更加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。孩子一天天长大，越来越可爱，看着他天真的笑容，我心里满是满足。这就是我想要的生活，简单、平静、幸福。但平静的生活没有持续多久。1个月后，三叔又来找我们。景深，如烟，出大事了。什么事？你妈妈失踪了。这个消息让我们都震惊了。失踪？什么时候的事？顾景深问。3天前，他说要出去买菜，然后就再也没回来。报警了吗？报了，但没有任何线索。我看着顾景深，发现他脸上闪过一丝担心。景深，你想去找他吗？我轻声问。他犹豫了。去吧，我主动说道。毕竟他生了你，养了你。如烟，我不是要你原谅他，只是不希望你以后后悔。顾景深感激地看着我。谢谢你，如烟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顾景深和三叔四处寻找林雅琴，但始终没有任何消息。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。1周后，远景找到了他，但已经是一具尸体，在郊外的河里发现的，应该是投河自尽。远景说。顾景深听到这个消息，整个人都垮了。虽然他断绝了和林雅琴的关系，但他毕竟是他的母亲。如烟，都是我害死了他。他痛苦地说。不是你的错。我安慰他，是他自己选择的路。可是如果我不那样对他，那你想怎样？让他回来继续伤害我吗？我看着他。景深，你没有错，可是他死了，他的死和你无关。我坚决地说。他是因为无法接受失败才选择死亡，不是因为你。虽然我这样安慰顾景深，但我心里也不好受。不管怎么说，林雅琴的死和我们有关系。如果我们当时妥协了，也许她就不会死。但我不后悔。我们没有义务为她的选择负责。林雅琴的葬礼很简单，来的人不多，主要是顾家的亲戚。我抱着孩子站在顾景深身边，看着棺材被放进墓穴。妈，安息吧，顾景深轻声说道。我看着他痛苦的表情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但我知道，这是必须经历的。有些痛苦，只能自己承受。葬礼结束后，大伯走过来和我们说话。景深，如烟，雅琴的事情过去了，你们要好好生活。我知道，大伯。如烟，我知道你和雅琴有矛盾，但她已经死了，一切都过去了。我点点头。大伯，我明白。虽然嘴上这样说，但我心里清楚，这件事对我们的影响不会这么快消失。果然，从那天开始，顾景深变得沉默寡言。他经常一个人发呆，眼中满是痛苦。景深，你在想什么？我关心地问。在想我妈妈。你后悔了吗？不是后悔，是痛苦。他看着我。如烟，我是不是很冷血？不是。我摇头。你只是在保护自己的家庭。可是他死了，那是他的选择。我握住他的手。景深，你要记住，我们没有错。虽然我一直在安慰他，但我知道他需要时间来走出阴霾。母子关系不是那么容易割舍的。3个月后，顾景深才慢慢走出阴霾。孩子的笑声成了他最好的治疗药。如烟，谢谢你一直陪着我。他抱着我说，我们是夫妻，
这是应该的。我爱你，我也爱你。那一刻，我感觉我们真正的走出了过去的阴影。林雅琴的死虽然让我们痛苦，但也让我们更加珍惜彼此。生活就是这样，有痛苦，也有幸福。重要的是，我们要学会珍惜眼前的人。1年后，我们的生活完全步入正轨，孩子已经会走路了，每天在家里跑来跑去，给我们带来很多欢乐。顾景深也重新变得开朗，工作和生活都很顺利，而我也重新开始了设计工作，在家里接一些小专案，生活很充实，也很幸福。这天，我正在工作，顾景深突然拿着一封信走过来。如烟，你看看这个。我接过信一看，是律师事务所寄来的。什么事？我妈妈留了遗嘱。这个消息让我很意外。她留了什么？她把所有的财产都留给了孩子，还给我们写了一封信。我打开信，看到了林雅琴的字迹。景深，如烟，当你们看到这封信的时候，我应该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我知道你们会恨我，也知道我的死会给你们带来痛苦，但我不后悔。如烟，我知道我伤害了你，对不起。我也知道，一句对不起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我装病3年，确实是想拆散你们，因为我觉得你配不上我的儿子。但现在我知道我错了，景深选择了你，就说明你是对的人，我应该尊重他的选择，而不是阻挠。我把财产留给孩子，是希望他能健康快乐的成长，也希望你们能原谅一个愚蠢的老人。景深，妈妈对不起你，我知道我的死会让你痛苦，但这是我唯一能为你们做的事了。我的存在只会让你们的生活更加痛苦，所以我选择离开，希望你们能够幸福。妈妈，看完这封信，我的眼泪流了下来，不是因为感动，而是因为无奈。魏石魔他不能早点想通这些，魏石魔非要用死亡来解决问题。如烟，你没事吧？顾景深关切地问。我没事。我擦掉眼泪，只是觉得有些可惜。可惜什么？可惜他想通得太晚了。我看着他，如果他早点认识到错误，也许我们能和解。你想和他和解？不是想，是觉得可惜。我摇头。景深，我永远不会原谅他伤害我的那3年，但如果他早点醒悟，至少他不用死。顾景深点点头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他这样做，是想用死亡来获得我们的原谅吗？也许吧。那他失算了。我冷静地说，我不会因为他的死而原谅他。如烟，我知道你觉得我冷血。我看着他，但我就是这样的人，做错了事，就要承担后果，不管是生是死。顾景深沉默了很久，才开口，我不觉得你冷血，我觉得你很坚强。坚强？是的，你在最困难的时候都没有妥协。他抱住我。如烟，我为有你这样的妻子而骄傲。听到这句话，我心里很温暖，这就是我想要的理解和支持。景深，我们把这件事彻底忘掉吧。好。从那天开始，我们再也没有提起过林雅琴。她留下的财产我们都存起来，等孩子长大后给她。至于那封信，我们看过一次就收起来了。有些东西，知道就够了，不需要反复咀嚼。2年后，我们又有了第2个孩子，是个女儿，1儿1女，凑成一个好字。顾景深高兴得不得了，每天围着2个孩子转。如烟，我们的生活完美了。是的，很完美。我笑着点头，看着2个可爱的孩子，我心里满是幸福。今天的时光书房之旅到这里就暂告一段落了。下一期
我们会带着新的时光之书与你相遇，可能是关于老上海的弄堂故事，也可能是藏在经典名著里的岁月细节。记得常回来看看，时光书房永远在这里，陪你在文字里与时光温柔相拥。咱们下期见。